魂惊天，你竟然也来趟这个浑水，是要趁机抱远古精灵的大腿吗？还是说你想借机讨好楚风那个小子？天道府府主冷声问道。此刻的天道府府主很是不爽，本来他们胜券在握，可是地狱府府主的加入将让他们的战斗陷入焦灼。我只是觉得现在是铲除你天道府的最好时机。魂惊天使中面带微笑，可是手中的地兵却是越来越为凶狠，简直是招招要夺天道府府主的性命。今日不是我天道府灭，而是你地狱府亡！天道府府主怒喝一声，同样是招招狠辣。天道府与地狱府的恩怨已是多年，今日便要决一生死。不得不说，在地狱府府主加入之后，那方战圈更为激烈起来。而就在四位八平五帝战成一团之际，阵阵破风之音连续响起，无数道黑色的火焰就像是黑色的流星雨，携带恐怖的威势自远处天际滚滚而来，最终掠入战场。而掠入战场之后，便会化作一道身穿黑衣的身影，毫不留情的去斩杀天道府与人王府的人，那是地狱府的大军。原来地狱府不仅是府主大人魂惊天来了，魂惊天同样也是率领着地狱府的大军赶了过来。楚风小友，我等奉府主之名前来助你一臂之力。就在此刻，一道老者出现在了楚风的身旁，而这位乃是月下迷宫内多次帮助楚风的地狱府当家长老皇冠。前辈来的真是及时。而此刻楚风也是满面狂喜，因为地狱府的到来是他之前所想不到的。不仅是他想不到，相信在场的很多人都想不到，因为楚风与地狱府的确并不熟悉。但不管怎么说，地狱府的到来绝对是雪中送炭，因为地狱府的加入使得本已陷入绝对劣势的青木山再度占据了优势。然而大战开始没有多久，忽然阵阵宛如龙鸣一般的咆哮声传来，一条条巨大的黑色蛟龙奔腾而来，杀入了战场。巨大的身躯横扫开来，所过之处狼藉一片。楚风小友，抱歉，我等来晚了。是妖蛟王族，妖蛟王族的族长率领妖蛟王族的大军前来助阵。见到妖蛟王族，楚风乃是欣喜若狂，毕竟他与妖蛟王族关系不浅，且早就是联盟势力。现如今妖蛟王族出现的可谓是妖蛟王族的精英，他看得出来妖蛟王族是真心来帮他们的。杀！就算我四大地族是萤火之辉，今日也要助楚风小友一臂之力，与青木山共同奋战。然而令楚风意外的是，在妖蛟王族出现之后，四大地族的太上长老竟然亲自率领四大地族的一部分精锐杀了过来。虽然他们只是率领了一部分精锐，四族的太上长老也只是各来了一位，可是只要想一想，当初四大地族还想方设法的除掉楚风，可是现在居然来帮助楚风。莫说是楚风，凡是围观之人都是一脸的不可思议，甚至有些人不断揉搓自己的双眼，不敢相信这是真的。虽然天道府与人王府联手，人们很是吃惊，可是相比之下，这么多势力来帮助楚风，人们更是为之震惊。他们真是见识到了什么叫做一呼百应，更何况楚风连呼唤都没有，是这些势力主动前来帮忙的。虽然倍感意外，但是楚风很快便又释然的笑了。不管怎么说，四大地族的太上长老在月下迷宫之内也是亲眼见识了楚风现在的实力，并且深深的知道楚风与远古精灵的关系不浅，想必他们是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最终选择站在楚风这边，想要借机踩上远古精灵这条大船，以求日后的安稳。可不管怎么说，他们并非是口手套白狼，而都是付出了实际行动的，所以四大地族肯来助阵，楚风同样感激不尽。可以说，从这一刻起，楚风与四大地族的恩怨就是彻底的终结了。从今以后，乃是真正的同盟。何为同盟？那便是生死关头见分晓的。区妖蛟王族和四大地族竟也来与我府抗衡，此战落幕，下一个灭的就是你们天道府与人王府的。本就因得玉府的加入而心生怒火，当四大地族与妖蛟王族也掺和进来后，他们更是憋了一肚子的气。就算妖蛟王族与四大地族的实力远不如他们，可毕竟也是一方大势力，尤其是在他们的与青木山地狱府的战斗陷入焦灼状态之际，四大地族与妖蛟王族的加入无疑是让他们的战斗更为的艰难。他们怎能不怒？毕竟在此之前，无论是四大地族还是妖蛟王族都不敢找他们的麻烦，而他们现在敢了，就是借着远古精灵与青木山的气势，这真的是让天道府以及人王府的众人恼怒不已。然而那位威胁四大地族与妖蛟王族的天道府长老话音刚落，忽然一道银芒闪过，那位便在惨叫声中鲜血纷飞，被废了肉身。而这已经是最先威胁四大地族以及妖蛟王族的人中死的第一千人，是楚风。是楚风出手斩杀了他们，自身难保也敢大言不惭。眨眼之间斩杀1000人之后，楚风将冷冽的目光扫向周围，而听得此话，再看到楚风那冷冽的目光，天道府以及人王府的人马皆是吓得身躯一颤，一时之间竟然没有人敢再发出威胁的话语了。因为6品5帝以上修为者都被练兵仙人、无量仙人以及地狱府的强者牵制住了，而7品5帝以下者又几乎没人是楚风的对手，所以现在的楚风在这战场之中当真是如鱼得水。楚风的存在对于天道府以及人王府的人来说简直就是一场梦魇。可是哪怕天道府与人王府的人都很惧怕楚风，但楚风却并没有留手，冷然一笑，便再次连续出手，每次出手都有血光闪过。楚风为了创造此战的绝对优势，他并没有与6品5帝的强者交战，而是在大肆的斩杀6品5帝以下者，而以楚风的实力，6品5帝以下者在他的面前都是没有还手之力的，所以这绝对是一场屠杀。这个家伙一时之间，本将目光锁定在梁华大人以及3位府主战圈的人们开始纷纷将目光移到了楚风的身上，因为那4位8品5帝实力太强，许多人根本看不清他们的交手，最多只能看个热闹。
但是楚风他们却多少能够看得明白一点。楚风这也未免太凶残了一些吧？那些5帝强者竟然如西瓜一般被他斩切，根本没有还手之力。亲眼目睹楚风所展现的这场屠杀秀后，人们对楚风皆是刮目相看。楚风小友，我等也来助你一臂之力。这种情况下，在围观之人中，竟不断有人加入战场，帮着楚风等人与天道府人、王府的人交战。这些人有的是之前在月下迷宫便见过楚风的人，有的干脆是从未见过的陌生人。但不管是哪些人，在这个时候选择加入战圈，都说明他们想要站队了。他们要站在楚风这边，可不管这些人抱着怎样的打算，只要他们能够对天道府以及人王府造成威胁，能够在这场战争中为自己出力，楚风都是表示欢迎的。当然了，既然有人选择帮助楚风，他们也同样有人选择帮助天道府以及人王府，只不过选择帮助楚风的人是远远多过于帮助天道府的人马的。楚风可敢与我等一战？然而就在这时，忽然一声怒喝传来自远处传来，定目一望，楚风也是眼前一亮，那是3个凶神恶煞的老头。这3个老头不仅有着6品5帝的修为，更是各自手持一把地兵，在大肆的斩杀青木山的人马。最重要的是，这3个老头的身上散发着浓郁的血腥味，说明他们斩杀过的人数不胜数，是真正的杀人大魔头。是他们，是5只圣土的金银铜3大恶人。忽然有人惊呼一声，并且看到这3位之后，许多人都是怒意滔天，恨不得亲自出手杀了这3个老家伙。毕竟金银铜3大恶人是做绝，很多人都与他们有恩怨，是5只圣土最臭名昭著的存在。不太对劲啊，他们怎么这么强了？就算是3人之中最强的金恶人，之前的修为也只是4品5帝，怎么忽然之间3人的修为都提升到了6品5帝，而且还各自掌握一把地兵？他们之前可是没有地兵的，这地兵是从何而来？然而一些了解金银铜3大恶人的人们，此刻也是一脸的不解。金银铜消失许久，今日再度出场，显得很是与众不同。来，让我雪刀会会你们3个恶人。就在此时，雪刀狂魔杀了过来，他一把雪刀每回砍一下，不仅寒芒四射，更是雪花飘舞，一刀挥斩出，杀人雪花中。雪刀狂魔名不虚传，6品5帝之中，他算是中上层次的强者。而他此刻敢以1敌3，那是因为他打心眼里看不起金银铜3大恶人。他知道金银铜3大恶人如今的修为都不是自己修炼而来，否则3人不可能修为增长得如此之快。他是想要亲自看一看这3个人的修为究竟有何猫腻，是在哪里获得了至宝，还是用了某种特殊的手段。然而雪刀狂魔刚与金银铜3大恶人交战不久，自己的手臂便被斩切开来。他以1敌3，竟全然不是金银铜3大恶人的对手。金银铜3大恶人竟如此之强，雪刀狂魔这位老前辈居然根本无法与他们抗衡。亲眼见到雪刀狂魔眨眼之间便被3大恶人斩掉了一条手臂，人们很是吃惊。尽管人们都觉得金银铜3人的修为来得有猫腻，手中的地兵也有问题，可是金银铜3大恶人却用实际行动告诉人们，至少他们具备着6品5帝该具备的实力，且也全然发挥出了地兵所具备的威力。雪刀狂魔，你以为你是什么东西？拿着一把破刀，竟敢与我们3人的地兵抗衡？今日就送你归西！金银铜3大恶人似也是为雪刀狂魔对他们的轻视而感到震怒，此刻占据绝对优势，更是不依不饶，想要斩杀雪刀狂魔。一番轮流攻击之后，金恶人手中那把巨大的地兵掌刀横空划过，对着雪刀狂魔便横扫而去。这击弱中，雪刀狂魔便将被当空腰斩。最重要的是，雪刀狂魔已然躲不开这道攻击。然而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忽然一道银色光刃闪过，火星四溅之际，直接将金恶人手中的地兵掌刀震飞开来。与此同时，接连2道银光连续闪烁，将银恶人与铜恶人一同震退。是楚风，是楚风及时赶到，救下了雪刀狂魔。楚风见到楚风，金银铜3大恶人的眼中皆是涌现出了滔天的恨意，甚至都能够听到他们口中发出的磨牙之音。而就在此刻，3位地狱府的当家长老也是纷纷赶至，来到了楚风的身旁，是皇冠长老等人。楚风小友，这3个家伙交给我的狱府来对付。皇冠长老说道。皇冠前辈，我与这3大恶人早有恩怨，今日这场恩怨就让我来做个了结，由我亲自收拾他们吧。楚风说道。也好。皇冠长老非常清楚楚风的实力，所以他没有犹豫，立即带着其他2位当家长老再度投入到战场，去斩杀天道府以及人王府的众人。楚风，你杀我3人弟子，今日我们就要替其报仇。而金银铜3大恶人此刻纷纷挥动着手中的地兵，便向楚风挥砍而去。自从杀了他们3人的那一天，我就知道会有这一日，只是你们3个也未免太怂了，居然让我等了这么久。楚风不仅面带微笑，轻松对敌，更是出言讽刺：战苍天呢？那个所谓的5大恶人之首呢？他的弟子战乾坤也是被我所杀，他为何不来找我报仇？什么狗屁5大恶人之首，原来也是一个怂货。楚风不仅侮辱3大恶人，就连战苍天那位5大恶人之首也是一同侮辱了。说实话，若是换作当初这几位臭名昭著的大恶人找楚风麻烦的话，楚风还真是惧怕3分。但是现在楚风已经全然不将他们放在眼中，莫说是金银铜这3大恶人，就算5大恶人之中实力远强与这3位的恶人之首战苍天也出现，楚风也并不惧怕。对付你们，我们3人足矣，哪里用得着战苍天大人？尽管同为恶人，可是金银铜3人似乎对那5大恶人之首的战苍天很是尊敬。原来你们也有怕的人，看来我倒是低估你们了。你们这哪里是怂，简直就是怂到了家，在这里还拍那战苍天的马屁。难道那战苍天
他其实是你们的亲爹。楚风依旧嘲讽不断，这三大恶人恶事做绝，只是杀他们远远不够，楚风必须给予他们一定的侮辱。楚风，你个小兔崽子，还敢逞口舌之力，看我不好好教训你！楚风，不管你有什么手段，也只能将修为提升到4品5帝而已。区4品5帝的实力，你当真觉得你能与我们3人抗衡？你个狂妄的小鬼！今日便让你知道什么叫做天高地厚。金银铜三大恶人此刻信心十足，有着绝对的把握将楚风斩杀，所以他们不仅攻势越来越凶，更是不断的放出狠话。看来你们3个根本就没有搞清楚眼前的形势啊！此刻，楚风冷笑一声，金银铜三大恶人的实力的确达到了6品5帝的境界，并且也发挥出了帝兵的基本威力。可在楚风看来，这3个家伙都不具备阴阳仙人的实力，而就算阴阳仙人还活在世，也都不是楚风的对手。又何况这3个家伙得尽苍冥斩。忽然之间，楚风手中的盘龙怒斩连续挥动，每次挥动皆是血光萦绕。楚风已然施展出了的劲武技得尽苍冥斩，苍冥9斩连续施展而出。只见9道血光连续挥斩之后，金银铜三大恶人已是化作了3道血肉模糊的死了。败了，楚风与他们交手根本无需施展天境武技，只是的劲武技就足以轻取他们的性命。地兵倒是不错，只是给你们用依旧是浪费了。楚风将3人斩杀之后，便将3人的地兵给收入了囊中。事实上，不仅是3人的地兵，3人的乾坤袋以及他们身上的所有宝物，全都被楚风给没收了。楚风他竟然这么轻而易举的就斩杀了金银铜三大恶人。虽然楚风已然再度投入了战场，去斩杀天道府与人王府的人，全然不将斩杀金银铜三大恶人的事情放在心上，可是围观之人却是震惊不已。不管怎么说，在之前金银铜三大恶人与血刀狂魔的交手，已经充分了证明他们的实力。可正是这样，才说明楚风斩杀金银铜三大恶人的含金量乃是极高，是没有任何水分的。但是就算楚风早就施展出了那名镇武之圣徒的手段雷霆铠甲以及雷霆羽翼，可楚风依然只是4品5帝的修为，5品战力。楚风他乃是逆战5品的战力，此子当真妖孽无疑。之前不管楚风的传闻如何，但都只是传闻，见识过楚风实力的只是一部分。但是今日来到此处的围观者非常之多，而当人们终于见证了的5品战力之后，无疑不是震惊不已。然而就在众人震惊之际，楚风却是越杀越狠，不仅自己斩杀不断，更是释放出水仙奥义术以及火仙奥义术这2大无上秘籍。2大无上秘籍居然同在一体。传闻5行秘籍不可同体，因为人的肉身承受不住，但是楚风他却做到了，居然逆天到了这种地步，此子实在是太可怕了。见到水仙奥义术以及火仙奥义术2大无上秘籍，人们对楚风更加的叹为观止。然而这只是一个开始，在施展出水仙奥义术以及火仙奥义术之后，楚风又将青龙疾行术、白虎攻杀术、朱雀复活术、玄武遁甲术4大无上秘籍施展而出，并且这4大无上秘籍皆是完整体的圣兽模样，一吼震苍穹，霸气非常。那是什么？这种感觉那也是秘籍。果不其然，当人们还未从水仙奥义术以及火仙奥义术的震惊中走脱时，又看到4种无上秘籍，人们都是惊讶的不知如何是好。因为无论怎么看，这4种无上秘籍都是比水仙奥义术以及火仙奥义术还要恐怖的存在。这4只圣兽与传说中青帝大人的4只守护兽简直一模一样。难道说楚风他是青帝传人？此次5只圣土到场的高手非常之多，有见多识广的人认出了青龙白虎朱雀玄武4大无上秘籍，便是清玄天的守护兽。而有第1位开口之后，便有第2位开口。渐渐的，几乎所有人都觉得楚风所施展的4大无上秘籍就是清玄天的4只守护兽。我说楚风怎么如此逆天？原来他竟是青帝清玄天的传人。一时之间，所有人都被这个消息震惊的不知如何是好。如果是换做他人，说其是青帝的传人，人们都会非常的怀疑，甚至根本就不信。可是楚风的话，人们却并不会怀疑，毕竟楚风很是逆天。早就有人觉得楚风可能是某位大能的传人，甚至那位大能就是清玄天。毕竟楚风的逆天与当初的清玄天一样，几乎是无解的。而现在当人们亲眼见到青龙、白虎、朱雀、玄武4大无上秘籍之后，人们更是确定无疑的相信了楚风就是清玄天的传人。这个小鬼真是让人意外啊！此刻莫说是普通的围观群众，就连地狱府府主也是注意到了这一边，显然他也是相信了楚风就是清玄天的传人。于是他的嘴角掀起了一抹安心的笑意。他帮助楚风就是要赌一场，而现在他知道他赌对了。抛开远古精灵这个大腿不说，楚风自身便值得他们全力相助，真是该死。然而这个令地狱府府主感到狂喜的消息，却让天道府府主以及人王府的府主皆是眉头紧皱。之前他们的得意，此刻消失的无影无踪。显而易见，他们都后悔了。青帝清玄天影响实在太大，哪怕过去了万年，可是这个名号依然是无数人所惧怕的存在。尤其是3府这样的庞然大物，更是非常清楚清玄天的恐怖，那是真正的帝王。当时的5只圣土超越所有强者的存在，而楚风竟然是清玄天的传人，这也就难怪楚风有着如此逆天的实力。说实话，若是早知道楚风是清玄天的传人，也许天道府根本不会联合人王府向青木山发起这场大战。天道府、人王府，你们真是好大的够胆！然而就在这时，一声怒喝猛然在远处的天际炸响。那个声音一经传来，几乎所有人都是脸色大变，因为他们都听出来了，那位气息之雄厚，乃是一位8品5帝。竟然又有一位8品5帝出现了。果不其然，很快的便有一位老者现身了。
是远古精灵的另外一位元老落空大人。而在落空大人出现不久，又有着数十万身披绿色铠甲的战士整齐地踏空而来，是远古精灵的精英部队。落空大人是带着远古精灵的精英部队而来。这一刻，莫说天道府以及人王府的反应，就连围观之人也是满面呆滞，一时之间不知如何形容此刻的心情是好。他们都眼前的形势所被惊呆了。尽管远古精灵的数十万大军在人数上远不及三府所各自携带的100万雄师，可是远古精灵这数十万大军乃是真正的精锐部队，那股磅礴的气势一经出场，就稳稳地压制住了三府大军。这一刻，人们才真正的清楚远古精灵所具备的实力。远古精灵的确是5支圣土的最强势力，并非三府可以抗衡的。莫说天道府与人王府，就算地狱府也与他们联手，怕是也绝对不是远古精灵的对手。完了，天道府与人王府这步棋当真是走错了，与楚风为敌，这是他们最大的错误。看来今日他们怕是要惨了。本来在地狱府加入战斗之后，天道府与人王府就已经落入了劣势，而现在远古精灵竟然兴师动众的赶来支援，那无疑就是将天道府与人王府逼入了绝境。莫说是旁人，就连天道府府主以及人王府府主此刻也是满面死灰。他们都知道这场战斗他们已是无力回天。住手！忽然之间，天道府的府主大喝一声，对着自己的手下高声说道：天道府的全部给我住手，人王府的也全都停手。见状，人王府的府主也是吩咐手下停手。他们不仅自己在呼吁自己属下停手，自己也是不敢再对梁华大人以及地狱府的府主出手，而是不停的闪避。虽然他们两个不敢再出手了，可是梁华大人以及地狱府的府主却没有留手。二人一番攻击之后，皆是寻找到了对方的漏洞，2道斩击皆是狠狠地砍在了对方的身上。梁华大人直接斩掉了人王府府主的一条手臂，而地狱府府主更是凶狠，不仅斩掉了天道府府主的一条手臂，更是将天道府府主的半个肩膀给砍掉了。可是哪怕是断臂之痛，可是天道府府主以及人王府府主却也皆是没有喊痛，而是咬着牙忍了下来。好了，停手吧。此刻德狱府府主以及梁华大人本来想要继续出手，可是落空大人却是忽然靠近，拦住了二人。他们胆敢藐视我远古精灵，当杀！梁华大人说道。落空大人，梁华大人所言极是。德狱府府主不怕事大的在一旁添油加醋，我有国王陛下的命令，不得灭掉天道府。落空大人对梁华大人传音说道。听得此话，梁华大人顿时一愣，随后怒火未消的他便传音说道：那便灭掉人王府。梁华，冷静一点，莫要忘记我远古精灵答应过清玄天大人的事情。落空大人劝道。这一刻，梁华大人气得咬牙切齿，双拳握得嘎嘎作响。像他这样的人物，本来对于情绪的把控已是收放自如，可是这一次却是不行，因为他真的是被天道府以及人王府的所作所为给气坏了，但是现在却又不能将他们铲除，这种感觉很是憋屈。地狱府的全都停手。地狱府府主是聪明人，看出远古精灵不准备赶尽杀绝，于是也是命令地狱府的人停手。而事实上，在天道府以及人王府收手之后，楚风就已经命令青木山的人停手了。这场大战进入了僵持状态。楚风小友，还请过来一下。落空大人笑着对楚风招了招手。他也知道青木山的真正主宰者其实是百里玄空，但是在他看来，青木山真正配与他谈话的却是楚风。落空大人，楚风走到近前，向落空施以一礼。楚风小友啊，我知道你现在的心情很是不好，可是实不相瞒，我此次是带着国王陛下的命令来的，不得灭掉天道府与人王府。倒也不是国王陛下心慈手软，其实事出有因。简单的说，当初清玄天曾让我远古精灵许诺，日后无论人族势力做了多么过火的事情，只可以给予教训和警示，绝对不能让人族那些传承数万年的势力灭绝。你很聪明，应该能明白我的意思。落空大人满含歉意地对楚风说了这些话，当然这些话乃是传音，唯有楚风可以听到。晚辈明白了。楚风暗中回音之后，又光明正大地说道：落空大人，今日天道府与人王府不仅是攻打我青木山这么简单，更是轻视远古精灵。若不是地狱府府主相助，怕是他们真的敢杀了梁华大人。而您是前辈，这件事情我便不管了，由您与梁华大人处理吧。楚风说道。两个狗东西，还不快跪下，向楚风小友与梁华大人认错。落空大人指着天道府与人王府的府主怒声喝道。而此刻，为了活命，天道府府主以及人王府的府主也是毫不犹豫地跪在了半空之上，对楚风与梁华大人认错。这一幕人们都看在了眼里，而也正是这一幕，才让人们更为清晰认识到了远古精灵的强大。天道府府主以及人王府府主，那可是人们心中的神，可是这两位神此刻却是跪地认错。他们知道，这不是楚风的厉害，也不是梁华大人的厉害，而是远古精灵的厉害。你们真是好大的胆子！老实说，是不是与暗殿勾结了？梁华大人也是冷声问道。之前天道府府主与人王府府主可是真的要置他于死地的，所以他心中的怒火可是对方这虚伪的道歉就能够平息的。大人，真的没有，我们虽然是一时鬼迷心窍，可真的没有与暗殿勾结。落空大人，梁华大人，请你们再给我们一次机会吧。天道府府主与人王府府主一同说道。他们虽然贵为一府之主，可实际上也都是贪生怕死之辈，并且他们知道，如果他们死了，天道府与人王府也就彻底完了。所以就算苟延残喘，他们也都要活下去。只要活着，就还有希望，因为人们最终只会记得你的辉煌，而不会记得你丢人的过往。我远古精灵乃是仁慈之师，不会对你们赶尽杀绝。不过今日你们却是要对楚风小友赶尽杀绝，所以今日是否放过你们，也不能由我远古精灵做主，而是要由楚风小友做主。
落空大人说道：“楚风小友，之前的对错就不说了，我真是不知道你是清玄天大人的传人。你若是早告诉我你是清玄天大人的传人，那么看在清玄天大人对我人族所做的贡献，我也是绝对不会对你出手的。不过现在说1000到1万都是晚了，我有错在先。楚风小友要杀要剐，我都是悉听尊便。不过还请楚风小友放过我天道府的众位长老与弟子，他们此次来此乃是听我调遣，实际上并非他们之意。”天道府府主说道。之后，人王府府主也是说了与天道府府主类似的话，他们很聪明，在远古精灵面前表现出了绝对的诚意以及绝对的卑微，因为他们不敢。可是，在楚风的面前，虽然表现出了歉意，可却也展现出了一位府主所具有的气魄。理由很简单，就算要丢人，也不能丢尽了人。在远古精灵面前是得不卑微，可是楚风毕竟是小辈，他们不可能做到十足的卑微，不然传出去，他们可真是没脸见人了。而事实上，天道府以及人王府府主这番话的确是博得了一些人的同情，尤其是他们此刻皆是身负重伤，鲜血直流，却没有处理伤口，更是让人们对他们有些同情。毕竟他们两个都是人族最顶尖的强者，若是他们真的死了，乃是人族的损失。至于楚风，他非常清楚天道府与人王府两位府主的人品，如果可以选，他真的会毫不犹豫地杀了他们两个。但是落空大人之前与楚风说那番话，就是不想让楚风将事做绝，而这个面子楚风自然要给。就算你们攻打我青木山，有1万种理由，可是我青木山死去的人却都是无辜的。楚风说道。楚风小友，那你的意思是？二人看着楚风，死罪可免，活罪难逃，你天道府必须给予我青木山一定的补偿。楚风说道。这个没问题，我们一定会加倍补偿你青木山的损失。天道府与人王府的府主毫不犹豫的便点头应下，这是最好的解决方式。他天道府与人王府传承数万年，底蕴雄厚，只是补偿的话，那太简单不过了。这个补偿要由我来说。楚风说道。听得此话，天道府府主与人王府府主皆是眉头微皱，但还是毫不犹豫的说道：“没问题，你说。首先，今日若不是地狱府、妖蛟王族以及4大地族前来助阵，怕是我青木山还真的被你们天道府以及人王府一为了平地，这么多的人都要被你们所杀。所以他们的出现不仅是救了我青木山一命，更是救了无数条生命。而这几座势力为了帮助我青木山，却是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所以你可以不补偿我青木山的损失，但必须补偿他们的损失。所以我要求你天道府与人王府必须要补偿地狱府、妖蛟王族、4大地族每座势力地兵1件，半成地兵20件。”楚风说道。听得此话，天道府与人王府的众人顿时神经一紧，半成地兵也就算了，可是地兵何其珍贵，天道府与人王府的当家长老也不是人手一把地兵，这就可以看出地兵的稀少。而现在地狱府、妖蛟王族、4大地族，这总共是6座势力，也就是说天道府与人王府要拿出6件地兵去补偿他们，这绝对是狮子大开口啊！好，楚风小友的要求合情合理，我们愿意补偿。虽然天道府与人王府的府主也很不情愿，可他们却仍是毫不犹豫地答应了。记住，我说的补偿是你天道府与人王府各自的，而不是共同的。楚风补充道。什么？听得此话，人王府府主以及天道府府主皆是神情一愣，是各自的，不是共同的。这意思也就是说，人王府与天道府需要各自6件地兵以及20把半成地兵，这加到一起可就是12件地兵以及240件半成地兵了呀。这一刻，莫说是天道府与人王府，就连围观之人也都是一个个的也是目瞪口呆，瞠目结舌，表情那叫一个精彩。他们真是没有想到楚风会如此之狠，因为纵观战场，人王府算上府主手中的那件，总共也只有6件地兵。至于天道府，虽然比人王府好一些，算上天道府府主的哪一件，总共有7件地兵。但是若要各自拿出6件地兵的话，天道府就等于只剩下了1件地兵，而人王府则是连1件地兵都没有了呀。这哪里还是狮子大开口？楚风这绝对是要一口咬死天道府和人王府啊！楚风小友，你这是要对我们赶尽杀绝啊！这样的话，还不如杀了我呢。人王府府主苦笑着说道。这话是你说的，若不愿意交出赔偿，我便灭了你人王府。楚风说道。好，今日的决定是我做的，你可以杀了我，可还请放过我人王府的众位长老与弟子，因为他们都是无辜的。人王府府主忽然大声说道。他是真的不怕死吗？不，他只不过是想用人心来逼迫楚风手下留情而已。你人王府的人是无辜的，那我青木山的人就不是无辜的。你们的命就值钱，我们的命就不值钱。你们想杀就可以杀，对吗？如果今日不是远古精灵、地狱府、妖蛟王族、4大地族出手相助，我青木山就将被你人王府夷为平地，所有人都将被你们斩杀。那个时候，有谁会同情我们？楚风连连问道，神情异常激动。如果可以选择，他现在恨不得就杀了人王府府主这个无耻的老东西。楚风小友说的是，要我说，根本不需要补偿，直接灭了他们便是。德玉府的皇冠长老大声说道。没错，我们不要补偿，就算再多的补偿，可我们死去的弟兄也活不过来，补偿又有何用？我们只要天道府与人王府血债血偿。与此同时，德玉府的众人、妖蛟王族的众人以及4大地族，还有青木山的众人一同呼喊起来，声音如雷，杀意滔天。他们的这些话可不是开玩笑的，因为他们真的想将天道府与人王府灭在此处。而面对这种情况，天道府以及人王府的众人则是脸色难看，许多人都被吓得瑟瑟发抖，因为他们都不想死，也都害怕死。而这种情况之下，人王府的府主也是说不出话来，他没有想到楚风会如此之厉害，比他还会善用人心。
这种情况之下，可谓是人心所向。就算是楚风下令灭掉他天道府与人王府，也是没有人会怪在楚风的头上了。于是，人王府府主只能咬着牙，滴着血的说道：“好，我答应楚风小友的条件，会给予他们补偿。”对于人王府府主的顺从，楚风只是冷然一笑。他早就看出人王府府主是个贪生怕死之人，所以他早就知道他会答应。所以楚风并没有给予人王府府主过多的回应，而是直接看向天道府府主，说道：“那天道府呢？我天道府也答应楚风小友的条件。有人王府的例子在先，天道府的府主哪里还敢不从？胜者为王，败者为寇。他现在也只能认栽了。既然并无意义，现在便履行诺言吧。”楚风说道。现在听得此话，两位府主又是神情一僵，有什么意见吗？楚风问道。现在我们手中的地兵与半成地兵都是有主之物，若是现在就交出去的话，他们就算得到，也是无法认主的。两位府主一同说道。斩断联系都不会吗？不会没关系，我可以帮你们，只是我下手有点重，搞不好会死人。楚风说道。听得此话，两位府主顿时双拳紧握，威胁，这是赤裸裸的威胁。然而面对这样的威胁，他们却只能妥协。好，那就依照楚风小友所言，最终他们只能服从楚风的要求。于是天道府以及人王府的各位强者当众斩断自己与其兵器的联系，尤其是人王府府主，他最惨，因为他人王府总共只有6把地兵，如今6把地兵全部交了出去，他自己的地兵也必须斩断联系。当交出地兵那一刻，他当真是连心都在滴血啊！而地狱府也就罢了，当妖蛟王族以及4大地族纷纷收到2把地兵以及40件半成地兵后，心情极为激动。天道府与人王府的半成地兵品质极高，皆是精品，倒也不是他们不想偷工减料，只是品质不好的半成地兵，楚风也不要。而地兵对于4大地族以及妖蛟王族来说，更是珍贵无比。如今既然一口气拿到2件，怎能不喜？别的不说，单单是这2件地兵以及40件半成地兵，他们此次对青木山的支援都是极为值得的。然而，在6大势力狂喜不已之际，天道府以及人王府的许多人则是哭了，他们是真的哭了。单单是交出去这些兵器，就将让他们底蕴被掏空，怕是日后将不如从前了。下面该是对我青木山的补偿了。然而就在此刻，楚风却是再度开口：“什么？还要补偿？不是说只给6大势力补偿就行，青木山可以不要补偿吗？怎么还要啊？”听得此话，天道府与人王府的2位府主简直都快吓傻了。可是就算心中那样想，他们也不能说啊，只能在那苦笑着。怎么？你们是不想补偿吗？难道说我青木山的人命不是人命，死了就可以白死？楚风厉声问道。不是这个意思，楚风小友，你想要什么补偿？2位府主苦笑着问道。若不是考虑身份，他们现在真的很想哭。很简单，先前给予6座势力的补偿，再给予我青木山一次即可。楚风说道。什么？楚风小友，你这不是难为人吗？我们已经把能给的都给出去了，你还要相同的补偿？我们莫说现在拿不出来，就算是以后也是拿不出来啊。毕竟我们之前给出去的，便是积攒了数万年的结果，如今已经全给了呀。人王府府主说道。拿不出来是吧？没关系，可以慢慢给。不过你们要写个欠条才行。楚风说话间便拿出2份竹简，随后在上面勾勒一番后说道：“写好了，你们签字画押吧。”这一刻，天道府与人王府的府主当真是无语的很。楚风这一切做的行云流水，显然是早有准备啊。这一刻，他们真的是后悔死了。早知道楚风如此刁难他们，他们还不如选择被灭门呢。当然了，他们也是这样想想，如果能不死，自然还是不要死的。于是只能众目睽睽之下，在楚风写的欠条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且按上了手印。有些不对吧？楚风说道。怎么不对了？已经按照你的要求签字画押了，你还想怎么样？2位府主很是不悦的说道。你们只写了自己的名字，没写天道府与人王府的名字。若是你们死了还没有还清债务，我去找谁要？楚风说道。此刻2位府主被气得脸色铁青，没有想到楚风这样严谨，但楚风的严谨在他们看来就是在故意刁难他们。虽然很是不爽，但最终却只能服从，又在欠条上补上了天道府与人王府的名字。这样一来，就不是他们欠楚风的了，而是天道府与人王府欠楚风的。只要天道府与人王府还在，这些债就必须要还。天道府府主，人王府也就算了，毕竟的确是没地兵了，可你手中这不是有吗？怎么不给啊？楚风看着天道府府主手中的地兵说道。楚风小友，这地兵我还有用，可否迟些，等我找到其他地兵，用其他地兵来还？天道府府主以祈求的语气说道。他真是舍不得这件地兵，毕竟地兵是有灵性的，他用这件地兵这么多年，早就有了很深的感情，有地兵不给，这是什么道理？诸位说一说，这算不算是有钱不还啊？楚风大声说道。算。众人一同响应。天道府府主，我听过一句话，欠钱不还，屁眼朝南；欠钱不给，屁眼朝北。您这是准备朝哪边啊？楚风问道。给你。天道府府主被楚风气得瑟瑟发抖，二话不说，直接斩断他与地兵的联系，将手中的地兵递给了楚风。而后天道府府主更是一大口鲜血喷了出来，这不仅是因为斩断与地兵的联系而受伤导致，最重要的是他被楚风给气的。我们走。随后天道府府主便要扬长而去。等一等。然而楚风却是再度开口，还要干嘛？能补偿的都补偿了，不能补偿的也写在欠条上了，你还想怎么样？若是还不行的话，你干脆就把我们赶尽杀绝算了。天道府府主没有好气的大喊道。他最后一点耐心都被楚风磨没了，因为楚风实在是他太狠了，虽然没有再杀他们一个人一条命，可是却把他们最有价值的地兵全给夺走了，并且还让他们欠了一屁股的债。虽然他们天道府没有被灭门，
可却已被楚风处处牵制。他现在大有一种生不如死的感觉。你们还没有把木仙奥义术和金仙奥义术拿出来呢？楚风笑眯眯地说道。什么？交出木仙奥义术和金仙奥义术？楚风，你开什么玩笑？你之前说的补偿里可没包括这2样。2位府主一同说道。3府传承许久，如果说除了地兵之外，最珍贵的东西，那应该就是3大无上秘籍了。交出地兵，他们已是极不情愿。现在楚风居然还要秘籍，他们怎么可能答应？更何况之前楚风说的补偿里的确没有秘籍，所以他们是绝对不会交的。因为这件事情是楚风没理，就算争辩，就算找人评理，他们也不怕楚风。之前的补偿里是没有说过，可是这契约上可是明明白白的写了呀！大家看一看，大家一起来评评理。楚风说话间，便将之前2位府主分别签下的契约亮出，且用结界之术将2份契约扩大，让所有人都能够看得到这张所谓欠条上的内容。而仔细观看之后，人们才惊愕地发现，果然有那么一条是天道府与人王府可用木仙奥义术以及金仙奥义术替代2件兵器，但必须当场将2个秘籍交给楚风，否则视为毁约。但最令人哭笑不得的是，那契约上写着的可以代替的2件兵器，竟然不是地兵，而是2件半成地兵。也就是说，天道府与人王府可以各自少还楚风1件半成地兵，但却必须要以无上秘籍作为代替品交给楚风了。如果说用替代地兵的话也就算了，可是居然是半成地兵，这实在是让天道府以及人王府无语。混账！楚风，你这简直就是欺诈！天道府府主简直都快被楚风给气死了。楚风，没有你这么干的。人王府府主也是被气得瑟瑟发抖。之前因为大意，他们都没有仔细看那所谓的欠条，但却没有想到楚风给他们玩了这样一手欺诈。这个款项在你们签之前就已经写上去了，不仔细看是你们的问题，现在居然怪在我的头上。落空大人，梁华大人，你们评评理，有他们这样的吗？楚风看向了远古精灵的2位元老，输不起的小人就不该给他们活下去的机会。梁华大人冷声说道，你们2个还是履行诺言吧，毕竟楚风小友肯放你们走，已是极大的宽容。落空大人也是说道，可是秘籍原本的主人都已经死了，如今天道府府主想要辩解，秘籍原本的主人是谁我不知道，可我若没有猜错，这2大秘籍现在就在2位府主身上吧，你们最好不要否认，否则我有手段让你们的秘籍原形毕露，那个时候你们可就尴尬了吧。可天道府府主的话还没有说完，楚风便抢着说道。听得此话，2位府主顿时脸色铁青，因为被楚风说对了，2大无上秘籍如今的确是在他们的身上，交出来吧。虽然强行将秘籍取出会让你们身体受损，不过我的结界之术，你们放心，我有办法让你们受最小的损伤。而将秘籍取出来，楚风笑眯眯地说道。取吧。2位府主咬牙切齿地说道。他们今天算是彻底栽在了楚风的手里。随后楚风也不客气，当场布置阵法，从2位府主的体内将2大无上秘籍给取了出来。只不过2大无上秘籍取出之后，2位府主一个个的身体无法自控地颤抖着，脸色发青，嘴唇发紫，需要长老搀扶，否则连站都站不稳。此刻的2人可谓元气大伤，短时间之内怕是无法恢复。见到这一幕，练冰仙人、无量仙人、雪发仙人以及张明这些各龙纹界灵师都忍不住偷笑起来。了解界灵之术的他们都知道，想要从人体内取出无上秘籍不是不可能，主要还要看结界之术的强弱。其实以他们这些龙纹界灵师的手段都可以做到，而楚风的结界之术在他们之上，就算取出秘籍会受损伤，但也根本不至于这般。事实上就算他们来取，也绝对不会让2位府主伤得这么重。而现在2位府主之所以会伤得如此之重，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这2位府主又被楚风摆了一道。算你们还遵守诺言。楚风将2个无上秘籍以结界阵法封存好后，笑眯眯地对2位府主说道。然而对于楚风这样的话，2位府主却是无心应答。他们此刻的心哪里还是滴血，简直就是在喷血。尤其是看着楚风那笑眯眯的脸庞，他们真是恨不得用自己的双手把楚风给撕得稀巴烂，因为在他们看来，楚风实在是太贱了。对了，有一件事我觉得还是告诉你们为好。楚风又说道。什么事？2位府主一同问道。其实我没有探测你们身上是否有秘籍的手段，所以就算你们不承认，我原本也是拿你们没有办法的。楚风笑眯眯地说道。听得此话，2位府主气得双目瞪圆，脸庞一阵扭曲，就好像心肝脾肺在这一刻都要炸掉了一般。我们走。最后2位府主在愤怒滔天的怒吼声中，率领天道府以及人王府的大军离开。他们来的时候可谓气势滔天，然而走的时候却是死气沉沉。此战落幕，诸位倒也不用急着离开，我青木山请诸位吃酒。然而天道府与人王府还未走远，楚风便大声说道。好。听得此话，人们狂喜，一个个的疯狂地欢呼起来。今日一战，人们都看清了形势。先不说楚风多么逆天，单单是楚风有远古精灵这个靠山，就已经无可匹敌。他们想与楚风拉近关系，都还找不到机会。现在楚风居然主动请他们吃酒，他们自然狂喜。然而这样的欢呼声传入天道府与人王府的耳中，无疑又是一个巨大的打击。天道府府主更是大嘴一张，又一口鲜血喷了出来。如果说先前吐血还有那么一小部分原因是因为斩断了地兵的关系，他们这口鲜血则是完完全全被楚风给气吐的。楚风以天眼观察，看到了天道府府主吐血的一幕。楚风的脸上没有一丝同情，相反眼中还有着一抹寒意，不减反增。他对天道府府主的恨意怕是一生也不会消除。尽管今日大获全胜，可无论是青木山、地狱府、妖蛟王族4大地族，皆是有人伤有人死。
这场战争是惨烈的，而这场战争也本是可不必发生的，可只因天道府与人王府觉着楚风是威胁，便百般刁难，甚至找到了一个借口，便要置楚风于死地。今日若不是众多势力相助，青木山绝对会被夷为平地。无论是活了近万年的人物也好，还是刚刚修武不久的孩子也罢，只要是与楚风有关系的人，都会被天道府与人王府的大军所屠杀。战争就是如此残酷，胜者为王，败者寇，胜者永远不会同情败者。事实上，若是可以选，楚风今日就算不将天道府与人王府的人杀光，也要将他们的精锐全部铲除。恩怨的种子已经埋下，这是很难消除的，而斩草不除根的后果，便是他日被人报复。就像天道府与人王府被远古精灵压制多年，表面上他们服服帖帖，不敢对远古精灵不敬，但现在寻得了一个机会，便敢向梁华大人出手，这便是他们的野心。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天道府与人王府绝非可以信任的势力。所以，若不是远古精灵答应过清玄天不可灭人族势力，楚风绝对不会就这样放过天道府与人王府。而事实上，楚风也并不认同清玄天的做法。传承数万年的古老势力又如何？若是他的存在只是一个祸害，会对天下人不公，那留他何用？人不狠，站不稳。尤其是在修武者的世界，你不做屠人之刀，终将成为被人宰割的鱼肉。不过，清玄天毕竟是前辈，远古精灵也要遵守这个诺言。出于对前辈的尊重，楚风终究还是放了天道府与人王府一条生路。可若就这样放走天道府和人王府，楚风觉得总有一日天道府与人王府还会再杀回来，所以楚风才缴走了他们的地兵与半成地兵，甚至以夺走秘籍为由，重创了2位府主，让他们短时间之内无法恢复，甚至除非是有高手相助，否则他们的实力怕是很难恢复了。也许在有些人来看，楚风这样做有些卑鄙，可是楚风却要为那些死去的人报仇，同时也为活着的人考虑。楚风小友，你修武的天赋我早就无话可说，但你今日的所作所为，老夫当真是对你刮目相看。此刻梁华大人走了过来，梁华大人此话怎讲？楚风问道。之前端木飞羽和荀凤阳哪一个看到我不是恭恭敬敬？我真的觉得他们是真心敬我，真心敬我远古精灵。而今日的事，我真的是被当头一棒，被打醒了。原来他们都是有野心的，不甘一直被我远古精灵压着。老实说，我很担心他们与暗殿联手，甚至无法确定他们今日来此是否是受暗殿所托。我们今日做了一件很可怕的事，那便是放虎归山，放走了2只做梦都想咬死我们的猛虎。不过好在你做得漂亮，拔掉了几颗猛虎最尖锐的利齿，这样一来，就算日后被咬，应该也不会那么痛了吧？梁华大人说道。他是发自内心的佩服楚风。楚风，梁华大人说的对，你今日做的真是漂亮。落空大人也是走了过来，的确只是要些赔偿，但却动摇了天道与人王的根基。这样一来，就算他们日后反扑回来，也不会像今日这般凶残了。德玉府府主也是连连点头。也许在有些人看来，楚风今日做的有些过分，可在这些智者们来看，楚风做的恰到好处。因为今日这种情况是必须要放天道府和人王府走的，哪怕他们杀了很多无辜的人，可是楚风却没有让他们安然的走，就算让他们走了，却也让他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总归是多那些无辜惨死的人，讨回了一些补偿。2大无上秘籍，12件地兵，240件半成地兵，这补偿看似丰厚，可在他们卡那里，实际上只是一些而已。在有些人眼里，地兵胜过一切，一件至宝可杀亿万生灵，这是修武世界大部分人的想法，利益至上，人命乃草芥也。可在有些人眼里，生命才是最可贵的，人死不能复生，若是至亲之人皆死，纵然深得至宝无数，那又如何？楚风今日所要地兵与半成地兵，并非出于贪婪，也并非是这真的想要什么补偿。就如梁华大人所说，他只是不想就这样放虎归山，所以放虎之前拔掉他们的利牙而已。今日这虎必须放，尽管心不甘情不愿，可谁也没有办法。而正因楚风放虎之前拔了猛虎的利齿，人们才对楚风刮目相看。然而在众位大人物都夸赞自己之时，楚风却是怎么也笑不出来。他站在天际，观望四方，看着那些或是断臂断腿没了肉身，或是血肉模糊皮开肉绽的人们，他的心也在滴血。这些人本可以不受伤的，只因天道府和人王府他们才伤成了这般。但是这些受伤之人，相比于那些已然死去的人，他们已是极为幸运的了。我纵然是要到了赔偿，拔掉了天道府与人王府的利齿，可却救不回死者的命，无法安抚死者亲人那丧亲之痛的心。若是能选，我真想亲手为他们报仇，杀掉天道府与人王府的今日来犯的所有人。只是可惜我无能。说完这番话，楚风便飞掠而下，开始为那些伤者疗伤。而此刻人们皆是一愣，一句无能让他们的心都随之抽搐起来。见楚风全力解救众人，哪怕是一个不起眼的武王，楚风也会放下身份去为其疗伤。练兵仙人、无量仙人、雪发仙人等强者彼此互看一眼后，也是纷纷飞掠而下为伤者疗伤。其实战后疗伤之中事本不是他们这些大人物该做的，只是在楚风做了后，他们却找不到不做的理由。之后楚风的却请了所有人吃酒，不过青木山的人却并没有立即庆祝，反而是在楚风的带领下，先为那些死去之人祭奠了一番。实际上楚风根本无心庆祝，不过毕竟大获全胜，总不能死气沉沉。为了鼓舞人心，青木山不仅请外人吃酒，内部也是摆起了酒宴，与德玉府、妖蛟王族4大地族的众位强者共同庆祝此战大获全胜。楚风小友，这地兵太贵重了，我们不能要。酒宴上，妖蛟王族族长想将2件地兵以及诸多半成地兵交还给楚风。族长大人，你们今日肯来，
我楚风当真是感激不已，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们，所以这些是你们应得的。楚风自然不会收下，在他看来，青木山的人本不该死，但是的玉府、妖蛟王族以及4大地族的人就更不该死，他们是为了帮助他才死的，所以楚风才将所要的地兵全部给了他们，唯有这样，楚风的心里才会好过一些。好了，诸位就不要勉强了，我倒是有一个提议。地狱府府主说道。府主大人有何好的建议？不妨说说看。东方地族的太上长老问道。若是全给楚风小友，楚风小友自然不会要，但是我们可以各自拿出1件地兵，以及20件半成地兵，交给青木山，这也算是共享成果了。而楚风小友，你也千万不要推脱，我们来帮你，乃是出于情义，情义无需用金钱衡量。至于我们将地兵归还一部分，也不是不好意思收，而是分享。我们此次能够大获全胜，最功不可没的是你，而这收获的果实，自然要分享于你。德玉府府主说道。府主大人所言极是，楚风小友，这次可不许再做推脱了。妖蛟王族说道。没错，楚风小友，你一定要接受。若是连分享战果都做不到，我们这算什么同盟？4族的太上长老也是说道。他们这话是心甘情愿的，因为此次大战他们出力不多，让他们独自拿走这么多兵器，他们也是心中难安。可是分享出来一部分给楚风，那可就不一样了。好，既然如此，那我楚风也就不再推脱。今日一战，全靠诸位，我们从今以后便共进退。楚风高举酒杯，随后众人纷纷响应，痛快地共饮了一杯。楚风小友，还有一份大礼，我要送你，你一定要收。地狱府府主说道。府主要送什么于我？楚风笑着问道。这份大礼，你一定有兴趣。地狱府府主说话之间，自乾坤袋取出一物，那是一座四四方方的盒子，这盒子光芒闪闪，实际上乃是一座结界阵法。而看到这座结界阵法之后，楚风顿时眼前一亮，那阵法内封印的乃是秘籍，而这秘籍正是5行秘籍之一土仙奥义术。这份礼物未免太贵重了一些，我绝对不能要。看到土仙奥义术，楚风只感觉体内的血液都开始沸腾了。如今他已经得到了水仙奥义术、火仙奥义术，而金仙奥义术、木仙奥义术虽然还没有被其掌握，可也在他手中。若是再得到这土仙奥义术，那么5行秘籍就全在楚风手中。若是5行秘籍全部被楚风炼化，楚风便可以得到5行老族所留下的宝藏。那宝藏究竟是什么，无人知晓。但既是宝藏，楚风自然想要得到。只是人王府、天道府也就算了，地狱府又不欠他的，楚风怎么好意思收下土仙奥义术这么贵重的宝物？楚风小友，我早就想与青木山联盟，今日就以土仙奥义术来表达我的诚意，望楚风小友务必要收下。然而地狱府府主似是知道楚风不好意思收下，于是他给出了一个楚风必须收下的理由。今日若不是前辈率领地狱府大军及时赶到，我青木山当真是危在旦夕。从那一刻起，我们就已是盟军，既然已是盟军，又何必这样？前辈请收回这土仙奥义术，我是不会收的。楚风还是有些不好意思收下。楚风小友，这是我的诚意，你若不收下，也就是要拒绝我联盟的请求了。地狱府府主说道。楚风，地狱府府主，这是好意，你就不要推辞了。此刻梁华大人也是说道。梁华大人所言极是。地狱府府主笑着点了点头。楚风小友，人家府主大人已是如此，你就不要拒绝他了吧。在此之后，在场的很多人都劝楚风收下，他们看得出来，地狱府府主是真心要将这秘籍送给楚风的。然而楚风却是笑着摇头，尽管这土仙奥义术他也非常想要，可却根本没有收下的打算。楚风小友，我今日就与你说个实话吧，虽然这土仙奥义术在我地狱府传承多年，可是我地狱府根本无法发挥出它的威力。5行秘籍的力量，相信诸位都知道，只要将其施展，便会获得比主人本身修为还要高出1品的力量。但是真正能发挥出这秘籍这股力量的人，少之又少，数万年来能做到这一点的不超过6个人，而现在的5只圣土能做到这一点的，只有楚风小友你一个人。地狱府府主说道。只我一人。听得此话，楚风也是一愣，这是自然，否则端木飞羽和荀凤阳那2个家伙身怀如此秘籍，为何不用？地狱府府主说道。是啊，他们为何不用？许多人都是一经，端木飞羽和荀凤阳皆是8品5帝，若是释放出金仙奥义术和木仙奥义术，那可就等于是释放出2位9品5帝。今日就算落空大人率领大军来此，也是无法阻挡他们的呀。不是不用，是根本驾驭不了，否则他们又何必等到暗殿牵制我远古精灵，才敢与我远古精灵翻脸？大可以早早的就对我远古精灵出手，毕竟那秘籍早就在他们手中了。梁华大人冷笑道，且语气之中还满是不屑。的确是驾驭不了，5行秘籍很不寻常，会跟随主人自身实力的提升而增加施展难度，主人实力越高，越是难以施展。事实上，楚风小友能够如此从容的施展出水仙奥义术和火仙奥义术这2种秘籍，当真是堪称奇迹。落空大人也是说道。所以这土仙奥义术的上个主人詹景长老死后，我只是收好土仙奥义术，却并没有修炼它，因为我知道端木飞羽和荀凤阳驾驭不了的东西，我同样也驾驭不了。德玉府府主面带微笑，且说话间缓步走到楚风近前，将楚风手掌强行打开，而后将那封印土仙奥义术的秘籍强行推入楚风手中，说道。楚风小友，不是我珍惜这秘籍，而是这5行秘籍非你莫属。一时之间，楚风不知如何是好。楚风小友，你就收下吧，否则简直是浪费了这宝贵的秘籍啊。众人纷纷劝道。那好，不过这份大礼我不会白收。楚风将土仙奥义术收下后，对众人说道。今日我楚风也要送诸位前辈每人1份大礼。楚风啊，若论辈分，在座的可都是你的前辈，不知楚风你要送我们什么大礼呢？梁华大人开玩笑的说道。尽管能够来到这座大殿吃饭的人
都是最有身份、最有实力的强者，可是数量却也不在少数。在场的共有35人，而楚风既然说大礼了，那定然便是不凡之物。这35人每人1分的话，那一般人可是给不起的。所以梁华大人这意思很是明显，他是想要看看楚风这大礼究竟是不是大礼。事实上，此刻在场的许多人也都是笑眯眯地看着楚风，他们并没有抱太大的期望，毕竟这里的人太多了，而他们也不是寻常之辈，能被他们看入眼中的大礼。他们知道楚风有，可并不觉得楚风能拿出这么多。这个，众位前辈可有兴趣？楚风说话之间，手掌自袖袍探出，一个硕大的桃子浮现在了众人眼前。这桃子，看到这桃子，所有人都是眼前一亮。尽管许多人并不知道这是蟠桃，可却能够从这蟠桃之中感受到浓郁的力量。尤其是如百里悬空、4大地族太上长老、刀狂魔那些寿命已然快到终点的人，闻着蟠桃散发的香气，他们都感觉自己那快要枯竭的身体重新得到了滋润一般。这究竟是什么桃子？我怎么会？这一刻，除了远古精灵的梁华大人与落空大人外，几乎所有人都是激动地站起身来。今日大战，立功之人无数，可是在这里聚集的人，除了各大势力的代表外，几乎都是楚风精挑细选的。他们都是活了多年，快要到达寿命极限的人，甚至如雪刀狂魔这种寿命已是无法再过10年，是半只脚踏入棺材的人。楚风选他们来，本就是打算将自己手中的蟠桃分给他们一些，帮他们续命，所以他们此刻都被蟠桃所吸引了，因为蟠桃对他们的吸引力绝对是巨大的。诸位，看来楚风小友今日还真是要送你们一份大礼呢，这可是只需吃一个就能增寿100年的蟠桃。梁华大人笑着说道，身为远古精灵的元老，他自然认得这蟠桃，只是连他也没有想到楚风会将这样珍贵的蟠桃拿出了与众人分享。要知道，这蟠桃就算在他远古精灵那里也是极为珍贵的，不是所有人都有机会享用的，而除了远古精灵之外的人更是没有机会享用。真的是蟠桃，可是楚风小友，你怎么得到这么多蟠桃？不是说此刻雪刀狂魔以及4大地族太上长老等当日进过月下迷宫的人都是无法淡定了？他们无法淡定，一方面是确定这是蟠桃后倍感激动，另一方面他们进入过月下迷宫，早就见过这蟠桃，只是不敢确定这到底是不是蟠桃。因为楚风不是说所有蟠桃都被天道府的赵宇长老给吃了吗？诸位，其实当日在月下迷宫我撒了个谎，蟠桃没有被赵宇全部吃掉，而是在我这里，只不过蟠桃也没有1000的那么多，只有500多个而已。至于为何撒谎，乃是想借诸位前辈之手除掉赵宇罢了，毕竟当初与诸位前辈也是不熟，所以没有坦白，还望前辈们能够谅解。楚风满含歉意地对众人说道，楚风小友说的这是哪里话？你如今肯与我们坦白，就是对我们的信任。雪刀狂魔等人自然不会怪楚风，他们都是明白人，知道当初的赵宇应该是被楚风算计了。诸位前辈，接着，而这一刻，楚风大袖一挥，一个个蟠桃便自袖袍飞掠而出，纷纷落入了百里悬空、雪刀狂魔等人的手中。在场之人人人有份，如南宫龙剑这些寿命还很久远的，是一个蟠桃；如4大地族太上长老这些寿命快到终点，可与楚风关系不是很好的，是人手2个蟠桃。至于如雪刀狂魔、百里悬空这些寿命快到终点且与楚风关系极好的人，便是人手3个蟠桃。在场之人除了梁华大人与落空大人，所有人都接受了蟠桃。他们也知道接受这样的大礼不好，可是他们实在是不想推脱，因为这是他们续命的东西啊！天下间有什么比命还珍贵？尤其是对于他们这些将死之人来说，这一个蟠桃虽然只能续命100年，可却比地兵的价值还要昂贵。楚风小友，你的大恩我等铭记于心。此刻，雪刀狂魔等人对楚风当真是感激不已，甚至有人竟已是泪流满面。他们本来以为自己已经活不了多久了，所以当楚风拿出蟠桃并且赠送他们的时候，简直就是让他们重生了一次，那种感觉只有他们懂。我楚风敬诸位前辈一杯。楚风举杯说道，感恩。众人再度举杯畅饮。